晚上的1点半了，快，依然是没睡着。这一群的马，它在外面散步呢，溜达呢，而且每个马的脖子上挂有铃铛，叮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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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那个马蹄在外面这公路上，它在来回散步，当当当当当当当。而且不是一只，是一群呀。这些马晚上都不睡觉的吗？这一群马，它那个铃铛那个声音，简直就是交响乐呀！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如潮水一般，呼啦呼啦的响。哎呀，我得起来去看一看，这些马在干啥？吓他们一跳，最好能将他们吓得远一点，不然这吵得我晚上都睡不着啊！而且今天晚上露营这个地方，这帐篷顶上这个灯，我本来想让它晚上可能10点或者12点它就关灯了呢，它一直亮着，这灯有点亮，也亮的人有点睡不着。出去瞧瞧。你看这些马，大晚上不睡觉，它在这遛弯呢。嘿，嘿嘿嘿，哎呀，你看他们这个远光灯，好亮啊！那边还有一只马在响，它看不见。哦哟，这院子里也有一只，你看它在这草皮这吃草呢。哦，这2只啊，一个棕色的，一个黑色的。回帐篷休息了，冻得我瑟瑟发抖。11月23号，这一觉睡到了中午11点，被明亮的阳光给叫醒了。今天是个大晴天啊，非常 nice。今天的目标就是前往东边的老爷岭陕甘交界古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关口。昨天晚上搭帐篷的时候，我忽然发现我帐篷的这一侧这个外帐上有一点星星点点的一团这个水渍，我就说这个水渍为什么干不了，然后我就闻了一下，哦呦我去，尿骚味老重了。这估计是前天晚上在张家川县那个小公园里录音的时候，不知道是哪个小狗还是哪个小猫在我这帐篷上面撒尿了。走起来这个镇上吃个干拌面，还有一小份的麻辣烫。哇，这个炒鸡蛋很诱人啊！刚才饭做好之前，我在这镇上转了转，菜单买了点菜，买点鸡肉，还有各种菜。今天晚上上山之后，在山上住一晚上得做饭。啊，这菜相当可以。中午的1点半正式出发。中午在这镇上打听了一圈，问了好几拨人。从这镇上直接往东走，沿着这个老路过去的话更近一点，和那个距离的话也就7公里多。但是从下面10几公里，沿着那个公路绕过去的话，距离更远，而且它那个远距离并没有把整个上山这个坡度拉得比较平缓。它中间那一段上坡依然是很陡，剩下的首尾那2段路，一段是完全的平路，然后剩下快上山那一段又是起起伏伏的波浪路，所以说走那一段路的话，还不如直接从这儿直接上山。今天这个任务还是比较艰巨，这儿的海拔是1800多，然后老爷岭那个地方海拔是将近2400，500多米的落差，又是考验腿部力量的时候了。看着村里的公鸡，咕咕咕咕咕咕咕！我的天，这空气好淡定啊，完全不让路。Hello， 看水渠边有3只公鸡，2只在那喝水呢，挺可爱的啊。我的天哪，和稀泥呀！哎呦，冲过去！
乡间小土路。远处山坡上的牛群正在耕地的拖拉机缓缓行驶。关陇古道，看来我走的这条线没问题，方向正确。看着半冰半水的小河沟，这条小河是通关河的上游支流。这条小河往下流，在前面不远处汇入了十字河。十字河然后从北往南流，再继续往下流就叫长沟河，长沟河再往下流叫通关河，最后一直往南流，流入了渭河。远处迎面走来一只小呆牛，小呆牛看见我了，正在看我呢。嘿，妞妞，吃饱回家了吗？你看肚子吃的好圆。Hello，23028298，这是它的编号。小牛牛。哎呀，这些牛牛在这山谷里面真悠闲呀，晒着阳光，吃着草，脖子下的铃铛叮铃叮铃响。哎呦，后面这两只是个小牛犊子。呜呼 ，Hello， 嘿嘿。哦，这还有一只更小的，这还是个三花的毛色，跑了。看右边。山坡上，那一堆一堆码起来的，不知道是麻子还是什么。山坡上的绵羊，好久没有骑这种野路了啊！这野路真的，只要坡度不是特别陡，骑着就贼舒服。尤其是大晴天，阳光明媚，山谷里面牛儿、马儿、羊儿悠闲地吃草，然后它们脖子上挂的铃铛，叮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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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整个山谷里面回荡，此起彼伏。然后山坡上这个喜鹊飞来飞去，叽叽喳喳，哦哦呀呀。短短羊，呼噜，小太阳，小太阳。树的小白花，跟树上落满了雪一样。
哦呦，哎呦，还挺结实啊这个冰。你看底下这个水还在流动，但这个水很浅。哦呦，这儿竟然有一个隧道，老爷岭隧道。但这个隧道看着也不像是公路的隧道啊。你看从这山体里面渗出来的水，很清澈的水。今天晚上做饭不愁用水。哦，这个隧道原来是运输油的，成品油。天水输油气分公司，非工作人员禁止入内，禁止烟火，当心爆炸，当心坠物，当心窒息，当心坍塌。我觉得这儿怎么有个隧道？原来是运输油管道的一个隧道。继续出发，看地图，这个地方距离老爷岭直线距离1.5公里，但是海拔落差还有200多米啊！这接下来这段路估计得累死啊！哦哟，我看到前面那个盘山公路了，非常恐怖的坡度，非常恐怖的坡度。我的天哪！你看眼前这个小山坡，这个树林，这个怎么形容呢？太美了，这个颜色对比，还有那个疏浅那个模糊感。马上再安静的吃草。这树有点发紫，又有点发蓝，但整体是那种黑灰色，透着一股淡淡的紫色和蓝色，贼漂亮，太美了。换华为手机来拍一下，华为手机好像拍不出那种淡淡的透蓝色和紫色那种感觉。不一样的色调。让我先缓口气儿，插会儿腰。从这儿开始，你看这坡度多么的离谱啊！哦哟，接下来这1公里多的路得累死。这种坡度走到半坡根本就没法休息，我得好好缓一下。开始爬今天的最后一段最艰难的坡。哦呦，石头有点打滑呀！我的天，你看前面这坡度，恐怖如斯。这个坡度没法推车。脚下打滑，坡度又很陡，就只能这样提车。哎呀，我的天！哎呀，捏住刹车，缓一会儿，这就往上走了30米。恐怖如斯，这个坡度绝对有20%多了，太陡了。我的天！哎呦我去！哦呦！单刹一个后刹都刹不住了，一鼓作气。前面30米的地方坡度稍微缓一点，就这儿了，休息会儿，休息会儿。
哎呀，肺都快炸了。看到一只杀马特藏在石头后面。当当马，呼噜！这路的左右两边的山坡上，十几只的马。如听仙乐耳暂明，这马的铃铛声真好听啊！咚咚咚。冬天山坡上这草都干了。就是靠近河边，你看，还有一些绿草。这马你看，一边在吃草，一边眼睛在斜看我，观察我的动静。哦，那边也有一只。它那个尾巴修剪过，你看，特别的齐。哦哟，你看这个颜色，渐变色，由黑色逐渐渐变为那种枣红色，然后肚子底下淡淡的那种红褐色，贼漂亮，毛色特别的亮，鲜亮。你看它也在斜眼看我，嘿嘿嘿。咚咚咚。当当马，一只、两只、三只、四只、五只、六只、七八九十、11、12，那个阴影里面还有一只，12只马，哇！你说这古代行军打仗走的这种路也太难走了，这翻一个小小的关山都如此艰难呀！这要换成什么昆仑山、喜马拉雅山，那就完犊子了。休息会儿，喘口气儿。嗨！看眼前这个景象，天空越来越开阔，应该快到山顶了。这边这个路真的是望山跑死马，望山累死驴啊！再往前估计得有2公里左右的盘旋山路，还得10几脚油门才能上去。河谷里面长了很多那个开白花的树，我们来看一看这个白花长什么样子。哦呀，这白花落了一地，哇，这个样子呀，毛茸茸的，小棉花一样。你看地上落了一朵又一朵，星星点点的。树底下是苔藓、草，还有冰，还有水，还有这个小白花冻得板结成一块了。
挺硬的。哦，这个花我之前在川西那边见过，它这个像毛毛虫一样。它这个花最早的时候就跟那个白色的毛毛虫一样，这个毛没有那么长。现在它这个毛好像一下子蓬起来了。哦，能吹调啊！这个样子，这不知道是个什么植物。你看一树的白色毛毛虫。现在是又走到了一个岔路口，看地图，老爷岭就在前面，直线距离800米的地方。我看看前面这个路况怎么样，依然是土路，非常陡的盘山路。这边铁丝网沿着山坡整个串了，估计可能有好几公里，围了一大圈。不过这边开了一个口，挺好。啊，那个山坡上高压电塔，还有风力发电机，能看到一半在那转。这个路真的是太有岁月的感觉了。小的时候，农村老家、乡村里面就全是这种路，一到下雨天，那叫一个泥泞。前面都看到一个山口了，还没看到老爷庙、老爷岭，到底在哪里？茫茫无踪。现在海拔是2200多，看地图的话，老爷岭就这跟前了。把自行车放这，我前面去打探一下。这高压电滋啦滋啦响，贼吓人。走过这个山口，我终于是看到了老爷岭旁边那个老爷庙，也就是关帝庙，在那个地方。这个山岭之上全是高压输电塔，还有那边的风力发电机呼呼的转。这风力发电机那个破风的呼啸声，离得这么远都能听得见，呜呜的。沿这个小路下去看看这个传说中的关二爷的庙，是不是在这儿？老爷岭，铁丝网围起来了。这边有一个锁，但是锁没有锁，只是扣上了，还有点不好开啊。推开小铁门看一下，这个庙看着相当有年头了，光影斑驳，上面的油漆啊、彩绘啥的都已经有些剥落了。哦呦，呼啸而来的风。关山顶重修肃武圣帝君神像，庙宇续碑。这个庙看来关了很久了。关帝庙里面是关二爷，铁丝网挡得严实的，这门也锁着呢，看不见。这个小洞，确实是关二爷。大红脸，在关帝庙上面那个坡上，看着还有一个小亭子，亭子旁边还有一个石碑，上去看一下。一个六角亭，看着很新，非常崭新，现代修的。还有一首诗，杜甫的诗，秦州杂诗之一。满目悲生翅，因人作远游。迟回渡陇切，浩荡及关愁。水落鱼龙夜，山空鸟黍秋。西征问烽火，
心者此言流。史碑上有一首杜甫的诗，当年安史之乱之后，杜甫本来是在华州，也就是现在的渭南华阴那个地方，应该是本来在那个地方当官，但是安史之乱之后，他就西行避乱，前往秦州，也就是现在的天水。从华州前往秦州的过程中，就经过这关陇大道的叫什么老爷岭这个地方。这首诗应该就是在这路上做的。迟回渡陇切，渡陇就是渡过这陇山。水落鱼龙夜，鱼龙指的是鱼龙河，鱼龙河就是这陇山东边的千水，千水别名也叫鱼龙川。山空鸟属秋，鸟属山就是西边渭河的发源地鸟属山。今天终于是来到了这个传说中的地方。这个地方其实离我的老家千阳县非常的近，翻过陇山往东，一路下坡，沿着千河就可以到千阳县，可能也就100公里。关山这个大名儿，以前在各种文学作品和课本中早有耳闻，但是我一直没有想到这个关山离我们家这么近啊。关山也叫陇山，是六盘山山脉的南段，这个山脉大致是南北走向，稍微有一点西北东南走向的那个偏转。同时这个山脉也是渭河，还有渭河的支流千水，以及另外一条支流泾河的分水岭。这山的东边就是千河以及泾河。这个地方就是古丝绸之路关陇大道上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隘，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陇板就是陇山上的打板，陇山上的山口。关陇大道沟通东边的关中和西边的陇右。关山难越，谁背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真的是万万没想到啊！这古文里面常常出现的关山、陇山，竟然就在我的家门口，离我家这么近。以前的时候，我经常听说我们县的西边有一个陇县，然后陇县的旁边有一个关山牧场。我觉得这个关山牧场应该不是古诗里面这个关山吧？没有想到还真是。关山牧场大概是在南边，可能20-30公里的地方吧。山的左边关山牧场，山的左边也就是东边，山的右边也就山的西边就是前2天去过的妃子牧马地。听说这个关帝庙老爷岭跟前有一眼泉水，我去找一找。这个地方有泉水的话，我就不用跑远了去接水了，因为刚才一路上坡过来，最后有水的那个地方离这个地方直线距离800米，要走过去的话，估计得走1公里多。关山月还有陇头水，这2个词儿都是汉乐府诗的歌曲名。今天晚上天黑之后，今天是农历的初3还是初4来着，应该就可以看到关山月。陇头水为什么叫陇头水呢？因为这陇山山脉比较高嘛，所以山东东面和西面这些水、这些河流发源地都在这个地方，水都是从这儿流下去的，所以叫陇头水。看不到哪里有泉水啊，全是密密的森林。哦呦我去！我的天，你看这个冰多滑！这给我摔了个狗啃屎！哦呦，摔完狗啃屎就找到水了！哎呀，这一跤摔得直啊！完犊子，我还说找到水了呢。这个水也太脏了吧？你看，而且它这个水太浅了呀，没法接，它流动性太差，没法接水。完犊子，这些水好像全冻住了呀！没冻住的水它都渗到地下去了，表面它就只有一点冰了，这咋整啊？全是冰。
行吧，看来只能回头从来的时候经过的那个有水的地方去接水了。去关二爷的庙转了一圈，回来看到惨烈的一幕呀，车子怎么又倒了呀？估计是山上又起了一阵妖风啊，真惨呀！苍天呐，大地呀，为什么要倒车呀？哎呀，估计是车尾太重了。这个路下午这个夕阳一照，金黄色的余晖铺满大地，确实很有那种古道西风瘦马的感觉了。又回到了下午经过的这几只马在这吃草的地方。哦呦，终于看到流动的水了！我的天哪！不过这个小溪里面我估计马粪很多，但没办法了，今天下午没得选了。哎，这个地方挺高，空间也足够，直接可以拿大桶来接了。本来我还担心空间不够，我就拿了一个小杯子，我还准备拿这个小杯子灌了以后再往大桶里面灌呢。这个水也还是蛮清的，希望里面不要有过多的一些病菌啥的就行，杂质都没事，就怕有病菌。OK， 今天最重要的任务完成了，打水。没有水呢，真的是完犊子，饭也做不了。这会赶紧回去露营了。刚刚过来的时候看了一下，露营地的话还是得换。老爷庙那个地方高压电的那个声音太大了，再加上周围那个风力发电机那个噪音，那个会吵得人晚上睡不着觉。而且高压电那个玩意儿，你离得近的话，它是有辐射的，对人的身体也不好。所以一会儿把自行车行李往这边移一移，这边离那高压电风电都远一点。太阳落山了，只剩下一半了。隐没在西边的群山之中。晚上的8点钟，米饭终于煮好了。今晚的菜，哦呦，这一打光，这个色泽真漂亮。胡萝卜炖鸡，开饭时刻，白薯米饭。哦，尝一下今天晚上这个鸡肉，哇，非常 nice。相当入味。哇，今天买这个火锅底料比红酒酒那个火锅底料稍微辣一点。这个火锅底料确实有点辣呀，辣的我也冒汗了。今晚吹的是北风，你看这个气儿飘这个方向，那边刚好是北极星的方向。哇，这红薯特别的面，挺甜的。吃完晚饭，
溜达溜达。我的天，一片漆黑啊，这天空。不过今天晚上这个夜空非常的透彻，没有什么光污染，星星看得很清楚。看东南边的天空，冬季最华丽的星座猎户座。哟，流星！我的天，今天看到流星了。今天晚上这个露营地真的是绝美，又安静，有着漂亮的夜空可以看。遛遛弯就准备休息了。